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啊，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
说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哦。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哦，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哦。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哦，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越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击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尚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以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也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整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
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于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的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
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载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大区，你停到第一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二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东风100现在震慑住整个关岛。另外也会关心的是另外一款武器 SRS 这一款的这个火箭系统，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它扬威在西非地区。中国大陆它的战争套餐现在热销全球，就军武面我们今天会做一次深入的解读。最新消息先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的军武刚刚提到了嘛，卖到全世界去，也被大家看到说是不是真的高 CP 值呢？直接挑战美国的军火霸权。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它的王牌火箭军王牌东风100，时隔6年，这一次呢再一次的亮相了。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比较神秘，因为它还是一个模糊处理的，只可以看到现在在弹头上面的全貌。那包括了它的射程跟它的精准度也都曝光了。现在射程是大约落在3000到4000公里，可以覆盖到第一岛链，甚至到第二岛链跟关岛。那全程呢是可以超过4马赫的一个音速的飞行速度，能够精准打击远距离的目标。是否把关岛变成了箭靶呢？节目一开始请教华干哥怎么看？首先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亮相，并且做一个模糊的处理？这背后的信号是什么？接下来包括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到关岛这些地方可能会被打穿吗？华干哥怎么看？东风100其实是它的名字正式的名称在解放军里面叫做长剑100。那其实长剑大家就会想到长剑10型，还有长剑10A， 对不对？长剑10型它是配备在轰6上面，轰炸机上面的。那这个长剑10、长剑100现在已经进展到100了。其实它是一种次音速的什么？它是一种次音速的巡弋飞弹。你说它次音速也不太对，因为它大概4倍音速。有到4倍音速就不叫次音速，可是它又不是高超音速飞弹，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它跟高超音速飞弹是不一样的一个等级，但是它的性能又可以跟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相比拟啊，而且他们号称说我们现在的精准度，那跟6年前是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什么？6年前刚刚从国庆70周年推出来的时候，给大家看到的时候，哇，这个长剑10型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看到它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它真的是神圣。因为为什么？他们的火箭军的军官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长剑100啊，这种飞弹呢，我们应该要从它的始祖长剑10型讲起。我们如果长剑10型拿去打一个法国人啊，那他就是打那个法国人。但是如果说我们拿了长剑10A，可以打掉那个法国人手上的什么？手上的一根棍子。那我们现在拿了长剑100，可以打掉那个法国人手上那根棍子上面停着的那一只苍蝇。意思是越来越准，越来越小，目标越来越小。那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精度越来越准确，
然后呢，它的射程已经到了30多公里了。那它的射程跟射高也有射程3000公里，3、4000，射高是30公里。在这种射高的情况之下，他说连美国的萨德系统是终端高空防御系统，连它都不见得拦得到。所以他就要讲这个观念给大家听，说爱国者3型飞弹啊，也不一定拦得到我们的长剑100。就是说，在这种加成的这个性能的优势底下，它又使用的是超燃的冲压发动机。那所以说，它可以在接近大气层边缘的那个高度飞行，然后它的阻力很小，然后它又不容易拦截，所以长剑100这种飞弹就是专门对付什么？专门对付第一岛链所有有价值的目标。它甚至可以效法东风26那种航母杀手对付移动中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个，就是说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要去对付那个移动中的目标，因为它不是固定目标，所以不见得有那么高的准确性。他说它的精度已经在米级，就是米。我们通常讲精度都是讲公尺啊，他说已经到了公尺，就是米级的范围，看是多少米。有时候50米啊，40米啊，在米级的范围，它所称的米级范围可能到了只有5米、10米那么小的地方。那我是觉得说，长剑100可能是真的具有这样子的，从跟北斗卫星来搭配之后，它的精度会提升不少。但是真的能够到米级的程度吗？我觉得大陆军方应该要再公布多一些影片跟数据给大家看。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连长剑100，也就是这个东风100，它都已经开始部署的话，那对于第一岛链，那就整个都覆盖下去了。那第二岛链关岛更不用讲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长剑跟东风系列它不断的进化它的部署的话，那说句实在话，美国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这个是美国必须要真正非常深刻警惕的一点。好，让美国紧张的不仅是这一款我们提到的东风100哦，不管在精准度跟射程上面都有所提升。另外，中国大陆它在其他海外的基地布设的这一些多管火箭系统，也是我们要来看它的战力的表现的。这一款是大陆它布在西非的萨赫勒地区的 SR5的多管火箭系统，首次的呢现身在布吉纳法索。它这边是说呢，专为剿灭叛军跟恐怖组织所量身定制的，那也被称为是中国版本的海马斯，包括了灵活度、火力的密度跟价格都碾压美军的版本。孝瑋哥如何看？尤其这一款火箭布局在这个西非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形上面，那有没有可能中国凭借着这个武器在非洲取代欧美？刚刚讲到的东风100，也请孝瑋哥带我们看。好，对，那个我们先讲这个东风100好，你说东风100为什么能大陆方面对它那么有信心，能打那么准？主要是因为它这个飞弹本身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你看它本身是一个超音速的飞弹，用这个冲压发动机做发动。那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飞弹，我们台湾也有啊，叫做什么雄风3型。但是大家一看到雄风3型，哇，一个打150公里哈，就是高空高速450，低空高速150的雄风3型，哇，那个飞弹就比我还长很多啊，很大一 K。那如果说今天要打到4000公里的这颗长剑10或长剑100的话，那大小更不得了。所以你看它那么大一台的发射车啊，6轴的5轴还6轴的，那么大一个发射车，对不对？它一台车只能载2弹，也就是说它这颗飞弹非常的大。当然，既然这个飞弹大，它发射出去那个红外线讯迹就特别明显。不过当然啦，这个红外线讯迹明显跟它飞得远飞不远的另外一回事。至于就是说今天这个飞弹为什么它有信心能够打得准？因为它其实本身一共用了3套的这样一个那个导引方式。首先呢，是我们称为所谓的地形追踪，也就是地貌追眼这个雷达，也就是它本身飞弹发射出去以后，它的弹头里面有个雷达专门在扫那个地形。这个地形扫的时候呢，就要干嘛？就要跟你这个资料库里面做匹配。像美国的战斧飞弹，其实就是非常标准的使用这种所谓的 terrain following 地形追眼的那个技术。然后另外呢，它其实还结合了一个什么技术呢？它还结合了就是那个 image， 也就是说它在边飞的时候还可以边拍那也就是说边飞边拍，然后另外再跟它的那个资料库里面做比对。也就是说，它的飞弹飞到这边，它通过地形这个扫描，再加上重要的设施，它把它拍起来，然后跟它的资料库做比对，确定它是不是真的
的飞在原先所要飞的这个路线上，再加上中国大陆自己也有那个北斗那个定位系统嘛，它再加上北斗定位系统帮它做定位，所以它才能够做到像刚刚干哥所说的啊，能够打到你木棍上的这样苍蝇。当然有没有那么准，我们也不敢讲，但是至少就是说，今天中共他们这个武器，它在这个他们建政70周年这个大阅兵拿出来，而且其实这个飞弹已经听说很久，从这个大概我记得是大概2009年就听到它的一系列什么东海10这个长剑10，到后来正式定名叫那个东风100等等啊，你就知道这一个飞弹其实相对来说发展了很久，而且中国大陆它为了要发展这种所谓的那个冲压发动机的这个飞弹，它其实弄了非常久的这个时间。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这次 VN22、PLL05跟 SR5 等等这几种这个装备啊，它其实你会发现，第一，它都用同样一个或者说很接近的底盘，它用一个6轮的，就是6×6的这样一个装甲车的这样一个底盘。好，那个像 VN22B， 它上面是有一门105公里的炮，因为像 VN22它有好几种这样一个炮塔的选项，有用30公里链炮，你也可以选的就是机炮。30公里机炮，你也可以选这个40公里榴弹枪等等。那你也可以选的如果是针对可能硬目标，你装个这个105公里的这个低膛压的这个那个炮那个战车炮的话，如果对方来的是有车或人家躲在建筑物后面或干嘛，你轰一下下去，对不对？那他们就这个稀里哗啦4分5裂啦。那像 PLL05 自走那个破流炮它本身跟SR5其实等等，它自走破流它本身它是用一个120的这样一个榴弹炮而且它是后装的，所以它本身能够发射这种大型的破炮，也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个驱射的武力。也就是说，像你一般人在打仗的时候，在前面这个有战壕什么躲的，但是如果说今天我用个驱射的武器，我直射武器打不到，会打到你前面的掩体，驱射武器打到你后面或你上面，那就对不起，你也够你受的。那像 SR5 等等这些军火，因为他们我们刚刚讲到，主要都是透过这种6×6的底盘，6×6底盘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可以克服很多复杂的这个地形。当然，如果说今天你这个国家有钱，你可以买到更大的8×8的，那自然的越野效果又更好。那但是就是说，因为布吉纳法索，我相信它本身也是国力的这个限制，所以它好像中国大陆采购这一系列的6轮的这样一个装甲车，有战车炮的，有迫击炮的，也有多管火箭的。那其实这一系列的这个武装到了布吉纳法索，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今天中国大陆它在这整个武器销售的过程中，它其实依照布吉纳法索本身的需求去帮你量身定做，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这样复杂的地形太贵的，你可能有点太又有上4打下4的之嫌，那太低了你就下4打上4你又不行，所以我就依照你的国家的自然环境条件，我为你量身定做，或者是从我的销售的这个装备单中挑一些最适合你的武器。所以你看到VN22B 也好 ，PLL05 也好，跟 SR5 也好，它的所有的底盘都是装在这个6×6的这个装甲车上，让它本身其实相对来说它可以应付这个布吉纳法索复杂的这个地形，让它能够快速移动，然后快速部署，快速发射攻击。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大陆它的军武的输出会根据不同国家做这种刚刚孝瑋哥帮我们提到量身打造嘛，包括西非地区依照它的需求，依照它的地形，还有依照它整体的价格来做选择。那包括其实不只是到西非地区，现在中国大陆说这个卖的叫做战争套餐就是说包括它的整个武器会全部包起来卖给不同的国家。那现在全球链外销当中比较常看到的武器来自于大陆的，包括了无人机群、卫星导航跟它的导弹系统跟电子战的设备。所以从这边提到的翼龙无人机到骁龙战机、东风系列的价格，甚至都只有美军的1/3到1半而已，能够主导尤其在新兴国家的市场吗？岳老师怎么看？这里头这个有3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呢，这里面讲到的全链条外销这个全链条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系统性的作战这个系统性的作战的话呢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等于是一个战争的新形态这个5月7号的话呢，印巴之间的冲突呢，就是新形态战争里面呢，就是这个 A 岛 B 社，那个 B 的话呢，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女飞行员她自己完全不知道结果情况，就是摁了个按钮以后就回去了，回去的结果就是如此的大胜的结果，让很多人都知道，原来的话呢，印度是碾压巴基斯坦的，现在被巴基斯坦碾压，这个就是个新形态战争。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全链条外销。然后第二点呢，全链条外销有什么好处呢？请大家了解，因为大家这个战争的形态原来的话呢，空战讲飞机不管是标风战机也好F-22好，他们在空中的话呢，缠斗那个叫 dog fight， 就狗斗但是这个狗斗的现象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有无人机群卫星导航然后这个导弹系统再加上电子战设备，
集结起来的话呢，整个战争的空间变成一个立体的。大家要了解，就是说你来出发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知道你来了，然后在什么位置呢，要把你打下来。就是你只要飞到哪个位置，上面的话呢，这个北斗卫星告诉你的讯号，然后底下的话呢，你这个霹雳15的飞弹就做好准备，红旗9的雷达就已经观测到，数字计算给你一发射出来，那就下来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是有一个好处。为什么系统战争会比原来的分开好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印度的飞机也好，台湾的飞机也好，有法国的，有美国的。你要了解啊，法文跟英文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各国的国防系统都是有独立自主的。那么他们之间要并合起来的话，你那个飞行员不可能同时接受英文跟法文的训练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的话呢就没有问题，只有按不按你的键盘的问题。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有关于新兴国家。什么叫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话呢，在国防力量上他没有选择啊，只能够买，他要买的话钱也不多，只能够买一套。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呢，大陆武器必然在未来的3到5年一定大量的外销，因为它是卖你整个系统的。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武器的话呢，都是巴基斯坦那边所使用的，就是你只要买了他的飞机啊，就是歼10、E11的话呢，这个接下来一连串的通通都在一起。所以说的话呢，对新兴国家它是会改变战争格局的。我们要来带观众朋友关心的是军事上面的议题。今天要来看到的这款武器哦，镇国神器东风5最新哦，来自于中国央视的罕见官宣参数终于正式的曝光了。揭露的是解放军的战略核武底气吗？大国接下来对抗核战会不会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来做关心。先来看到这个首次全面公开的东风5洲际弹道飞弹的这个核心参数跟部署模式，它的一些小档案，最大射程达到12000公里，命中度500公里哦，可携带一枚威力300到4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它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大陆他们的这个核报复能力的重要一个基石，也被视为是对抗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威慑的代表。至今已经服役超过40年的时间，还是非常重要，站稳解放军的战略核打击能力的最前线。央视这一次其实释放的讯号就是说，我们正式的对外来亮剑。尤其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南海局势仍然不断的在升温，这时候高调的公布，恐怕也会让美国重新检视在中美之间对于战略核态势，可能会不会掀起一波，不管是在太空或者是反导军备的竞赛。那么现在来自于俄罗斯的媒体也最新爆料说，中国可能已经掌握可以让东风飞弹它的这个隐形的新涂层的技术，是真是假？当然，军事圈现在也都还在猜。东风5这一次不常的出现哦，那大家也在说呢，这个背后的讯号是什么？是不是代表它要功成身退了？交棒给传说中的东风4E呢？那东风4E也会请这个华干哥来带我们看最大的速度可达26马赫的一个这么大的速度。华干哥，好，东风5型，好，我们今天要讲它是镇国神器，它的地位多么重要。这次把它的数据通通公布出来，代表什么？代表它即将要卸下它的重任了，我才会把数据告诉你。大家了解吗？所以就是由东风41要正式的接手东风5号的任务。你知道东风5号什么时候服役的？1981年，在1981年之前研发了25年，花了很多心血在上面。而且这个飞弹你看它特别巨大，为什么？它用液态燃料，液态燃料被公认就是现在北韩无水端飞弹还在用的液态燃料，所以它是等于初阶的洲际弹道飞弹，也就是说它比较原始。可是东风5型后来有 A、B、C 各型都后来都改用了固态燃料，所以这个镇国神器它服役到现在44年，它应该可以说是功成身退，所以它把那个你看最大的射程是12000公里啊，那个命中精度是500公尺啊，告诉大家要知道12000公里是打不到美国的东岸的。连华盛顿都很为难，那所以说它必须要进阶到像东风41型的，它可以打到15000公里，那才打得到哪里？那才打得到纽约，好不好？整个美国都在覆盖底下。那这次它公布了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命中精度就是圆周CEP 的它那个命中精度是500公尺，500公尺在现在的眼光来看太大。现在你知道美国的义勇兵飞弹都可以到100公尺以内，也就是说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500跟100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核子武器，打下来10公里之内全部都垮了，所以它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算这个圆周的精度的范围，是因为代表你核子武器的技术的进步，能够说我今天要打上海，不会打到北京去那么远这样子。那现在更到了东风41型了。东风41型，它将要取代东风5型。你知道它现在一枚这个雷达罩里面，它总共有10颗弹头啊。东风5型这么巨大，但只有1枚，它的当量是300万吨。但是你现在到了东风41的话，它有10颗弹头，就是 MIRV， 就是多弹头重返搭机层载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可以对付10个城市。所以大家就晓得说，这次我们把中国正国神器的数据公布给大家的时候，就是说，我可以把数据全部都讲出来了，因为你们以前都用猜，现在不要猜了，但是你现在开始猜东风41型的数据是什么？它号称可以终端最大速度可以到26马赫，26马赫是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拦得下来，没有任何反飞弹的系统。或者是那个高能武器，通通打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太快了。它光撞击的能力，不用带弹头，不用带核子弹头，它就可以像陨石一般的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次公布了这些数据，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要玩到零和游戏的话，那我奉陪。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有这样的东西跟你玩。当然，在技术方面。美国的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系统还是现在目前公认地球上最先进的系统，但是中国的改进是不断的，尤其是高超音速飞弹的改进，将来用在战略飞弹上面，它甚至还有逆中科技。我们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是没有办法公布的，但是中国什么都可以研发得出来，所以我也相信，如果真的在弹道飞弹上面装上逆中科技，未来10年是有可能达成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参数哦，时机非常的敏感，也就是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也是这个中美之间在核竞争上面不断的升温，还有核军备现在的竞赛谈判也都是几乎谈判破局的状况之下，苑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时机点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消息，这个参数的公布是非常奇特的。我看了好多电台里面就是一句话，参数全部公布，连参数到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我刚刚还问了一下 DeepSeek， 它里面是公布了参数，讲到500公尺啦，讲到什么12000公里啊，然后这个什么它是这个东西的话呢，长32.6米啦，然后它这个直径啦是3.35米什么的，这个都知道。这个我要讲它3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太重要了，尤其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第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次大陆的董军国防部长没有参加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啊，然后 Peter Hegseth 是那个没有当过兵的当国防部长的，在那边大放厥词啊，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真的硬碰起来的话呢，那中国不会是美国对手，美国硬赢。他讲了这句话啊，然后来了。东风5型这最老的洲际弹道导弹，对，就让你看一下，就是说大陆这是第一个讯息，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对于大家来讲，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他告诉你这是最老的，这是最旧的，对，但是他2009年、2008年的时候改过一次，就是东风5B，2017年的时候东风5C 啊，就是说大陆本身在发展所有的导弹，没有一颗是浪费的。啊，为什么没有一颗浪费的？就告诉你，这个导弹的发射大家要搞清楚。我就看了一下，当导弹发射不是你来一颗我来一颗，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打一个我打一个，没有，就是一有消息知道你导弹过来的时候就全部过去。对，所以不管你是6000颗还是300颗，都全部一起，世界就一起完蛋。啊，就要确保世界会完蛋。啊，这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我跟你讲，虽然我是读哲学，但是我也想活的啊。那大家要了解这个是，所以导弹这玩意不能碰。然后现在的话呢，我跟你讲哈，海克赛斯讲的话呢，跑到这边跑到新加坡来讲，他这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哈，我们活在台湾其实非常要注意，因为在传统战争啊，就是 conventional weapons， 就是那种传统武器的话，那美国基本上都不敢下手。但是美国跟俄罗斯一样，动不动就是掀桌子，动不动是老子用他妈核子弹来炸你啊，就动不动来这一套哈。但是大陆现在先搞讲说，你真的要跟我玩这个毁灭战的话，我不会插你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讯号是极其明显的。是，就是如果是在这个传统上的话呢，因为有地利之便，又有主场优势，那再加上那个巴基斯坦又做多。这个一下搞起来的话呢，就是你海克赛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大陆主动不参加香格里拉对话，
真的是有学问。以前我就觉得说海格赛斯怎么可以跟董军比嘛？那根本就不是懂的。但是他在里面就是先故意让你讲这个话，你讲这话以后，大陆就告诉你说这个事情的话呢，你要不然想要跟我掀桌子的话，你就试试看；否则的话呢，在传统武器你就不要过来了。对。然后接着下来，就是之前的时候，在这消息之前的时候，辽宁号跟山东舰都离南海跟台湾东部不远啊，就是4艘航空母舰，这个世界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是中美各派2艘航空母舰啊，而且的话，美国派出来的都是即将退休的，那才是像什么尼米兹号什么50年的啊，我都以为这个船已经快解体了啊，这个船也过来了啊，人家辽宁跟山东舰是全新的啊。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讯息来讲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好，所以东风出来这个参数秀军事肌肉，再加上这次的相会，中国大陆传达它的政治上面的讯号，都是对准美国，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这时候，美国再祭出最新的这个是它的精穹系统。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如果中方能够突破精穹的话，是否打破中美核武之间的一个平衡，代表下一场军备的竞赛又要开打嘛？委员又怎么看？当川普丢出这个精穹系统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科研人员出来泼他冷水，说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哦。那么我也无法理解，都是川普打算要用什么样的科技打造出所谓的精穹的这个防御网哦？他以为真的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卡通一样，说有个防御网就有一个防御网出来了吗？他看到了铁穹很好用，可是各位不要忘记，铁穹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很小啊，所以你要用铁穹来防御以色列，可能还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要忘了，连铁穹都不能够100%的防止所谓的饱和式的攻击。美国的面积这么大，川普真的认为说从铁穹升级到精穹，从铁到金就可以无所不能了吗？是怎么样？从铁到金之后，就代表它可以无限的复制，从以色列这么小到美国这么大，都可以涵盖在它的防御网内吗？刚才干哥跟岳老师都提到了这一次的这个东风5的参数。其实东风5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第一代这个洲际弹道的飞弹，它当时在1965年那个时候开始发展的嘛，所以他们叫做1965年到1972年，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号称8年4弹，就要发展4种的这个弹道飞弹，第一种是什么中近程的、中程的、中远程的、洲际的，所以像东风5是在1981年正式服役，在1980年正式试射成功。刚才岳老师都讲过了，它的精度大概在500公里哦，在500公尺的这个范围。那东风5事实上它过去升级过3次，到第3次，刚才岳老师提到的升级是到这个东风5C 的时候，它已经号称什么了？光是这一款哦，我先讲，光是这款老旧的哦，就已经号称中国版的沙弹。他号称他这一枚丢出去之后，立刻同时可以毁灭10个城市，10个城市啊，不是10个街区啊，是10个城市可以被它毁灭掉。因为到东风5C 的时候，它一枚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它已经可以携带10枚分导式的这个弹头了，所以它同时可以丢10个不同的目标。光是东风5C 要拦截就已经很困难了。那更不要讲蛋哥刚才讲的东风41，各位知道，这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洲际弹道的这些导弹，它其实分成几个不同的发射的系统嘛。我们看到的东风5，它是因为很大，10层楼高哦，所以它一定只能够在发射井里头发射。但是中国大陆还有比如说这样潜舰发射的巨浪5，到现在已经叫巨浪5了。然后比如说在这个船舰上发射的、空中发射的，包含在陆基的、包含公路的，像铁道的，像干哥刚才讲的东风41，就是在公路跟铁道上可以进行发射，行动间来进行发射，不用放在发射井里。但是我要讲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最近的讯息是什么？东风41已经够惊人了，现在东风51要出来了。那他们外界的这些军事观察家认为说，中国大陆之所以敢把东风5的参数公布的原因，是因为东风51马上就要上线了。东风51是什么功能呢？这更狠。东风51哦，它具备了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哦，所以呢，它具备了一个叫做沉波体的滑翔技术。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什么叫沉波体滑翔技术？就是在大气层上抓不到打水漂。你可以进入大气层，出来大气层，进入大气层，出来大气层，不断的反复哦。因为它这个飞弹上装了一个叫做多次点火的推进器，所以它可以点火，然后滑行，然后再点火，再滑行。那么什么东西是最明显的？这个我们最近看到的案例呢，就是霹雳15。霹雳15之所以可以发挥这么远程攻击的效果，人家说霹雳15的射击在200公里，可是甚至可以达到300公里。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多次点火。
它可以点火一下，然后滑行，再点火一下，再滑行，再点火一下滑行，所以它的整个的射程距离可以拉得很远哦。所以如果说东风51真的上线了，我刚才提到东风51本身它也具备了10个分导式的弹头的能力啊，再加上它又有高超音速的能力，再加上它又有在大气层当中打水漂的功力，就算你有精琼哦，我也不见得认为，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美国可以拦截得下来了。刚刚我们看到93阅兵是有关于在外交面哦，接下来呢，我们会就这一次的93阅兵在军事武器方面做一个比较细节的分析，尤其呢这一次在这个天安门前面隆重登场嘛，大家就在看说，拿这一次的阅兵跟当时在2019年建国70周年的阅兵相比，这一次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包括了它有这个方队的重组跟大量的新式武器都高调登场。这在看说是不是把整体中国的核武3位一体都搬上舞台了呢？今天先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核飞弹的部队的部署。我们先来看到第1方队跟第2方队，它分成2个方队。第1方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惊雷1，还有巨浪3、东风61跟东风31等等组成，显示解放军在海陆空方向都已经做足了核反击的完整的链条。第2个，我们要尤其来看到今天的这个焦点，就是东风5这一款了。它的射程高达了15000公里，可以一次携带10枚的分导式核弹头，堪称一击毁城的终极杀器。我们请邱老师来带我们看，川普他不是打造了金琼吗？那能够拦得住大陆的东风5吗？那再加上它如果火力全开，它接下来它的这个威力又如何？老师怎么看？谢谢思敏哦。我们东风5这个系列的导弹一直都是国之重器，在很多的阅兵式里面都有出现。那我们如果回退到2015年的第一次办抗日战争胜利跟反法西斯的纪念大会的阅兵的时候，那时候出现是东风5B 第一次出现。那今年时隔10年，再度出现的这是东风5C。那我们就要来想说，那5B 到5C 中间有哪些变化？因为按照中国大陆解放军阅兵一贯的思维，就是它在这样重大的阅兵里面，它一定都是新的系统。那当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看到阅兵的画面，我们看到东风5C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东风5C它是一个液态推进火箭，那跟排在它之前的东风61或东风41相比，最大明显就是它的个头非常大，也就是说它的风罩就是最前面尖的放那个核弹头的那个圆盘，直径非常的大。那同样的如果跟东风61或东风41相比，那它的块头要大很多的。那很多人会猜测，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实际的资料可以证明，但是我们从一些过往泄露出来的或已经知道的一些讯息，大概可以知道东风5B 跟东风5C 最大的差异是，东风5C 的分导核弹头反而变少。但是它每一枚分导核弹头的体积变大，那这是最主要是为了因应我们知道美国有陆基中段拦截飞弹系统，那我们知道所有洲际弹道飞弹在中段的时候是最脆弱，因为中段在大气层之外，那你的气动、你的舵面是没有办法有效，所以一般分导核弹头在大气层之外的时候，它是像石头一样沿着固定的弹道前进，所以它不太能机动。这个时候拦截它是不能说最容易，但是对目标的获取是最容易的。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非常怀疑，就是这次展示的东风5C，它的分导核弹头的体积变大，数量变少，所以它可以搭配小型的火箭发动机，可以在中段原本这些洲际弹道导弹没有办法变轨、没办法机动的时候，它可以提供机动能力。那这样子的机动能力就会让美国现在的陆基中段拦截飞弹是没有办法作用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未来要打造的这个金琼，就是国家反飞弹系统，它是基于陆基，它一部分必须要基于陆基中段的拦截体系。那如果东风5C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意味着美国在未来在打造它的国家反导体系的时候，也许有些地方要重新考虑。这是这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到5C 的出现，其实它代表核能力核威慑能力对抗里面，
解放军又有稍微向前走了一步。是因为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核威慑能力嘛，就是包括核三位一体。现在习近平到底是想要向美国来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毁灭你的这种报复性武器嘛？马老师呢？我想这是从历史上来看，不管是 ICBM 或者是核弹头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高度政治的武器。那也就是说，在过去美苏之间这现武谈判，从1972年大家都在担心2件事，第一个是你要减少你的核弹头，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发展 ICBM， 然后还有第3件事情是不要发展反导弹的飞弹。那也就是说你不要拦截，因为这会增加彼此在 Second Strike 第2级的这个困难，就是增加你的存活率，然后增加人家攻击你的困难度，那只会让军武的问题更大。那但是在这一次的军演上面，刚才其实讲得蛮清楚，就是说现在解放军已经有陆基型，像是这个东风系列、东风41、东风5C， 这可以打得非常远，基本上美国的本土大部分的范围是涵盖得到，因为它可以打到15000公里。对，那也有看到海基型，像是这个巨浪2型、3型，它搭配的这个094、096，就是近级潜艇跟航级潜艇，那它的攻击范围基本上它的射程就已经10000公里，那再搭载载具，它可以走得更远。那再配合这一次也是看到，就是它的轰6K， 还有轰20，轰20基本上是隐形的轰炸机。那这些东西完全产生一种就像过去冷战一样，它对于美国本土的一种威慑。但是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它这次有红旗9C 型。跟这个红旗19型，这2型是做反弹道飞弹的飞弹，那一个非常像爱国者3型然后它可以追踪的，因为这个叫做就是在雷达上面我们看，如果不隐形的战机，它大概就是15平方公尺这么大，但是隐形战机大概只有一个乒乓球这么大，所以在雷达上要看到隐形战机非常难，但是他们这一次他们的这个红旗9系列，其实基本上它可以找得到隐形战机，也就是它变成 F-35的杀手。那当然它也可以拦截导弹。那我们刚刚讲这个红旗19，它就非常像萨德，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有防御网，中国也有防御网，对。然后现在美国有 ICBM， 中国也有，所以然后你有核弹，我有核弹，虽然数目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传递一种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其实我中国是可以跟美国叫板的，在未来的时间，这个是我的筹码，然后我也可以有更多的筹码跟美国做谈判。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几款都是在这个核武吓阻能力，不过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一次阅兵上也有首度，这是第一次登场的一批全新的一批是先进常规武器。等一下请干哥来帮我们看里面有哪一些亮点呢？先来带观众朋友看到几款哦，先是看到红旗29、长剑1000，还有它的陆战武器，包括了几款的中型坦克。再来，它还有刚刚提到的嘛，红旗19这一次会搭配红旗29跟它的鹰击21，展现大陆在这个极音速飞弹的战力，可以扩及到各个军种上面。哪一些亮点？干哥？好，我们先看99B 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在这个大陆与国际市场上，它对这个推的是99A 啊，99A 坦克号称正面装甲达到1000mm， 就什么意思呢？就说它有这个100公分的，等于是1公尺的这个厚度，去阻挡，但是倾斜式的装甲，那就可以防御什么？防御 RPG 以及类似像标枪这样子的反坦克、反装甲系统。所以你说99B 坦克达到这样的地步的话，那这样还是不够。为什么？一定要加装 APS。APS 是什么？主动防御系统。这个是现在所有陆战坦克的圣经，每一辆坦克都必须要想到说你要加装 APS 系统，不然以后在战场上面全部都是挨打。什么叫 APS？ 就是主动防御。主动防御是硬杀，对方的飞弹打来的话，不是用电磁波去干扰，或是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去干扰，硬把它打下来。好，最成功的是以色列的奖杯系统，也就是战利品系统。那现在99B 装上了这个APS 之后呢，它能不能达到？也就是说，我看过大陆就说相关的这 APS 系统的测试非常准，我很惊讶。那竟然是中国的系统，我甚至怀疑他把整个以色列的奖杯系统都搬过来了。然后甚至不只是这样，99B 它的防护力啊，我刚讲都是防护力，它的攻击力是125毫米的这个
穿甲弹，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那跟我们主力 M1A1 啊 M1A2 坦克，其实是在伯仲之间的。所以如果真的打起来，还有的打。可是真的要打到台海来的话，你不能用这种坦克，它太重了，58吨。你要换成什么？你要换成 ZTZ-201，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ZTZ-201，就是一种在30吨以下的坦克。但是它也是四面装的相位阵列雷达，然后它也有装了那个 APS 的主动防御系统，然后它还有装了油电混合。你有看过坦克车也可以油电混合动力的吗？就是这一款。所以我跟你讲，大陆很多科技都让你觉得很惊讶，坦克车都可以装这个，因为电动车是他们最称道的，对不对？除了马斯克以外，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坦克车上面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运到青藏高原去打仗，当我们要打台海的时候，要用运20空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个主力战车根本太重了，载不动，所以我们要轻型化。而且轻型化是未来的趋势。你就看到光这2个坦克，我就讲了半天了啊，那更不要讲红旗9。刚才马教授讲到了红旗9，红旗9普遍配备在055大驱以及052D 这种大型驱逐舰上面，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系统，它有点类似像美国的标准标2系统。然后还有讲到红旗19跟红旗29，我说一句实在话，这个已经有点超越我们这个观察家的观察的力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那个完全是一个你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整个战区高空防御系统，它不是那种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那个是决战于千里之外的系统，资料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这次大陆愿意把它拿出来告诉你说，我不是只有红旗19而已，我现在还有红旗29啊。29是什么？29就比那个美国的金琼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的计划，这是很大的计划，它的细部到底是什么？所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所以93阅兵的亮点非常多。好，另外我们也做一个分类啦。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包括在空中有什么压轴。这一次也特别看到了，包括有歼15T 跟歼35，因为有飞越天安门，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代表说福建舰之这个弹射型的航母已经快要入列了，也代表大陆要正式的进入到3航母时代了。那包括我们节目在前几天特别聚焦的几款武器，不管是轰20、福建舰，其实这次没有在阅兵上面亮相，有什么观察点吗？吴老师？我觉得听了刚刚3位老师讲的非常精彩，因为今天早上我也看了阅兵啊，我就没有看出那么多门道。但彭老师刚刚讲的有一个字非常重要，一个词啊，就中国政府或者中共政府希望你愿意让你看到的。所以这个阅兵呢，是他愿意让你看到多少，然后呢，他也许有些不愿意让你看到。但是我们知道战争。这个你刚问战略上对战略的计划对有什么样的规划？那我们知道战争其实有战具、战术跟战略，战略是最高层次。那我们刚刚谈的那些武器都只是战具，就是战争的工具，这个比较低的层次嘛。所以我们虽然3位老师都讲了一份非常精彩，而且看出来非常多的门道，仍然不可能完全从战具就工具啊武器这个层次就能看到整个战略。对，所以战略还有很多是他愿意让你看，不愿意让你看，他隐藏或者欺敌都可能。所以说。你刚刚讲到那个福建舰啊，对，还有一些武器啊等等，所以它有些可能愿意让你看，有些不愿意让你看，或者有些受限于在地面上的这个阅兵嘛，不是在海上阅兵，所以有些武器也没有办法展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总结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还有很多我没看到的。他们愿意让我们看到很多，也有很多不愿意让我们看到。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出来部分的战术跟战略，但不能看到全貌。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互动。刚刚马老师一直讲到美国怎么样啊，别的国家怎么样，前苏联怎么样，所以这个战略也是一种互动。所以现在中国展示这么多，我们也要看看美国，说不定过一阵他也来一些军事演习等等，这就可以互相产生一些互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双方的战略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全貌，会更清楚。